乌攻势史无前例，连续打击俄军本土阵地，俄全线受创。狂炸俄军纵队，装甲车全毁，俄精锐179人，仅17人生还。乌军摧毁多线指挥所，俄军遭重创，陷入混乱。黑海再起火光，乌克兰精准打击俄舰队，俄高速艇被击沉。北约在芬兰设立新陆军司令部，距离圣彼得堡仅300公里。乌克兰战略升级，法律制裁，无人机打击，国际博弈全面展开。近期，乌克兰对俄罗斯本土的攻势持续升级。乌军第5边防团自8月底以来，多次越境进入库尔斯克地区发起突击，针对俄军指挥阵地、野战仓库等重要目标展开精准打击。前线视频显示，乌军在边界要塞广泛行动，使用 FPV 无人机投掷炸弹，爆炸伴随浓烟和火光笼罩库尔斯克上空。尽管俄方曾宣布完全收复库尔斯克，但乌军的破坏行动仍在持续，显示乌克兰对俄罗斯内部的进攻并未停止。乌军导弹还袭击了格卢什科夫斯基区的俄军目标，同时战机空袭了特特金诺的俄军阵地。苏梅方向，乌军清理了尤纳基夫卡南部的俄军阵地，并继续组织反击。有消息显示，在库尔斯克苏梅一线，日前俄乌双方已将主力向顿巴斯方向调动，小规模冲突主要发生在边境地区。据俄军事博主报道，俄军重新组织反攻，未能夺回萨德基村，造成重大伤亡。车臣阿赫马特特种部队对瓦拉齐涅的进攻也暂告失败，北方集群正向尤纳基夫卡方向增兵。与此同时，部分俄军后勤部队被部署到库尔斯克后方进行勤务保障。韩国国家情报院向议会披露，已有约2000名被派往库尔斯克的朝鲜士兵阵亡。平壤正计划再向俄方增派约6000人，目前这些部队尚未投入前线作战。除了库尔斯克，乌军还在别尔哥罗德发动定点空袭。8月26日前后，乌军打击了俄边防局指挥所，造成8名俄军军官阵亡。虽然莫斯科尚未正式回应，但相关军官的讣告和照片已在媒体上流出。此外，9月3日，俄罗斯向乌克兰发起大规模空袭，发射无人机502架，导弹24枚，目标覆盖基辅、利沃夫、赫梅利尼茨基等重要地区。乌克兰防空系统高效反应，击落430架无人机、21枚导弹，在14个地区出现直接命中，另有14个地区发现残骸。此次袭击是继8月28日、8月30日之后的又一次大规模行动，显示俄方企图通过持续打击迫使乌克兰让步，但乌克兰表示不会妥协。同日，乌克兰展开反制行动，对俄罗斯境内多地发起无人机和导弹攻击，包括莫斯科、奥廖尔、达达斯坦、克拉斯诺达尔等10余个地区，以及克里米亚、乌东部俄军阵地。乌军动用远程无人机、无人机导弹、长城海王星导弹、火烈鸟导弹等多种精确打击武器，目标涵盖雷达站、防空系统、空军基地及交通枢纽。值得关注的是，乌军还首次大规模使用升级版帕利亚尼察无人机导弹，其重320公斤，弹头100公斤，射程可达650公里，造价低廉且易于批量部署。分析指出，持续的无人机与导弹袭击将对俄罗斯本土安全和军事部署造成长期压力。近期，乌克兰在顿涅茨克方向持续发起反攻，取得关键战果。当地时间9月2日，乌军成功夺回波克罗夫斯克西南的乌达奇内，并在夺回的区域升起国旗。战斗从夜间打响，持续3个多小时。前线士兵拍摄的实时视频显示，双方交火异常激烈。乌军动用了火炮和装甲车辆，对俄军据点发起猛攻，俄军阵地被浓烟覆盖。最终，乌军顺利收复该地及周边定居点。乌克兰总参谋部随后确认了这一消息。这一战果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标志着乌军在该区域取得战术进展，并将近期反攻行动串联起来。值得关注的是，乌军第425斯卡拉独立突击团成功收复 T0504 主干公路上的新经济村。这条公路连接波克罗夫斯克、米尔诺格勒与康斯坦丁诺夫卡，
是前线补给和兵力机动的关键通道。控制 T-0504要道，使乌军能够有效干扰俄军运输和补给线路，极大改变了战场态势。乌军还夺回了米尔内、马利尼夫卡等关键据点。亚速旅、93旅在战区内展开反击，导致俄第132旅残部被重新包围。第253突击营在新经济镇俘获了11名俄军，其中3人为乌籍士兵。在战术执行上，乌军展现出高度协同和精准打击能力。美制 M142海马斯火箭系统与 FPV 无人机联合使用，海马斯火力精准覆盖俄军集结点和补给线，无人机则深入敌阵进行侦察和打击，形成灵活隐蔽的攻防组合。据悉，在俄军试图增援波克罗夫斯克外围马利尼夫卡定居点的过程中，突遭乌军火力重创。俄罗斯第155海军步兵旅乘装甲车行进，被乌军 FPV 无人机发现后，立即配合海马斯火箭弹展开联合打击。乌军战果显著，俄军5辆装甲车被摧毁，2辆运兵车严重受损，伤亡约100至150人。这一战例展示了乌军在情报侦察与作战协同方面的高效运用，同时凸显现代战争中先进武器的决定性作用。有消息显示，俄军为夺取波克罗夫斯克方向，持续调动苏梅、赫尔松等地兵力，但损失反而进一步扩大。综合近期乌东战事来看，波克罗夫斯克周边依然是双方交战的焦点。俄军此前在此集结了逾10万兵力，发动多轮攻势，但近期接连遭遇乌军反击。分析认为，俄军可能不会轻易放弃该区域，未来可能采取包括非常规手段在内的多种方式进行反攻，乌军需保持高度戒备。与此同时，顿涅茨克另一重镇霍利夫卡也成为战场焦点。乌军使用 FPV 无人机成功摧毁俄军通信系统，打掉关键天线。该地区距离前线仅15公里，是俄战区与交火区的关键节点。在托列茨克方向，亚速第5营完全控制了卡捷列尼夫卡。俄军出动5辆步兵战车试图突围，途中2辆损毁，3辆抵达后也遭乌军无人机与炮火全歼。库皮扬斯克方向，乌军成功将俄军逐出库皮扬斯克北部及莫斯科卡、索伯利夫卡等地。在战斗过程中，乌军充分发挥火力与战术协同优势，利用海马斯火箭炮和无人机精确打击俄军纵队，摧毁7辆装甲车并造成数十人伤亡。一支刚完成重新部署的俄军精锐装甲连试图突破乌军防线，却遭遇埋设地雷、炮火压制及反坦克步兵伏击，最终全军覆没，装甲车辆被击毁焚烧，仅数小时便彻底丧失战斗力。据一名俄军老兵透露，其所在部队179人中仅17人生还，伤亡比例极其惨重。在克拉马托尔斯克方向，乌军对俄军步兵、掩体和碉堡进行定点打击。在南部扎波罗热战场，乌军第11旅和第65旅成功击退俄军对小托克马克的进攻。泽连斯基表示，俄军大量空降部队正在集结，但分析认为这更多是佯攻，顿巴斯仍为俄军主攻方向。乌军已打瘫扎波罗热多条铁路线，严重限制俄军补给。另外，乌克兰情报总局与马里乌波尔抵抗力量联合行动，摧毁了沃斯克列先卡村的俄第35级指挥所，造成17名军官及1名士兵死亡。赫尔松方向同样传来重磅消息，乌军对赫尔松州奥列什基地区俄军营级指挥所实施精准空袭，造成约25名俄军当场死亡，11人受伤，其中包括营指挥官和参谋长。此次空袭疑似由 F-16挂载高精度制导炸弹，并配合无人机侦察完成，迅速瘫痪俄军指挥体系，严重干扰其在赫尔松地区的作战部署和协调能力。这些行动充分显示出乌军在情报收集、战术规划及精确打击能力上的显著提升。通过灵活运用海马斯火箭炮、无人机以及高精度空袭，乌军不仅对俄军造成重创，还有效削弱了敌方士气和指挥能力。未来，俄军如何应对乌军在多条战线的攻势，重新调整战略部署和防御体系，将成为决定冲突走向的关键因素。美国战争研究所 ISW 指出，
俄方正在筹划今年秋季大规模攻势，主要目标是全面占领顿涅茨克州。为此，俄罗斯已将部分精锐海军陆战队与空降部队从苏梅及赫尔松调往顿巴斯，显示克里姆林宫战略重心转向波克罗夫斯克，并计划向多布罗皮利亚推进，试图绕过顿内茨克的防御线。专家指出，俄军如此高死亡率与高烈度攻击在现代战争中极为罕见。一名军事观察者在社交媒体上评论，很少有国家能对他国发动如此血腥的侵略，却仍能在国内获得容忍，这凸显了战争的荒谬与沉重代价。乌军在地面与海空战线上不断施压，显示出其在无人机作战、伏击战术及远程精确打击上的能力持续提升，对俄军士气和战略部署造成显著影响。未来战局仍存在高度不确定性，但乌军近期的战果已为其在多个前线赢得战略主动权。值得注意的是，乌军对无人系统的应用正越来越成熟。据《华尔街日报》分析，乌克兰是首个在实战中定期使用人工智能无人机群的国家。前线指挥官表示，只需设定目标，配备 AI 的无人机即可自主完成打击。目前，乌克兰至少部署了100多次类似无人机群作战行动，单次最多发射25架。这种高频、高精度的无人化打击正在改变战场模式，凸显无人系统和人工智能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趋势。乌克兰海军近期在黑海持续展开打击行动，目标直指长期被俄方控制的黑海舰队。9月3日，当地时间，乌军在黑海西北部滕德里夫斯卡沙嘴对俄军发动突袭，成功击毁一艘试图运送登陆部队的高速艇。据开源情报防御者报道，这艘高速艇属于俄黑海舰队精锐海军陆战队，用于执行特种任务。乌军使用 Bayraktar TB2 无人机完成侦察后，投掷 MAM-L 制导炸弹命中目标。航拍画面显示，舰船刚出海不久便被击中，随即海面出现耀眼火光和剧烈爆炸。初步统计，该艇上7名俄军身亡，另有4人受伤。近期，乌军的 Bayraktar TB2 无人机在黑海频繁巡逻，对俄军防空系统多次发起攻击，包括 S-300、S-400 雷达设备均遭摧毁。滕德里夫斯卡沙嘴与金伯恩沙嘴同为赫尔松至克里米亚的重要桥头堡。乌克兰特战队多次针对这些地点展开打击，已击沉多艘俄军军船。目前，黑海舰队在区域内主要剩下高速艇类小型舰只，其余大型舰船要么退入海底伏击，要么撤回俄罗斯本土。2天前，乌军还在克里米亚塞瓦斯托波尔击沉俄方 Buk 2190导弹艇，显示出黑海水域遭遇攻击的频率创战争以来新高。另外，乌军还对克里米亚多套防空和雷达系统展开精准打击，包括 S-400 防空系统的 98L6VP 雷达、UIOST 综合雷达、MCEM-E 海岸雷达，以及格罗纳斯导航系统和 RT-70 射电望远镜，显示乌军行动具有高度计划性与针对性，意在削弱俄军防空预警与指挥能力。军事观察人士指出，乌军此次行动不仅旨在削弱俄罗斯在黑海的军事优势，也为自身战略反攻创造条件。黑海舰队连续损失舰艇，将迫使俄军重新评估该地区防御部署。国际社会对此高度关注。黑海作为欧洲与亚洲重要的地缘战略区，其局势直接影响地区安全与经济稳定。俄军舰艇沉没及关键设施受袭，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促使相关国家重新审视自身政策与立场，对国际关系格局产生潜在冲击。与此同时，靠近俄罗斯新罗西斯克的海域发生约350平方公里的漏油事件，漂浮的油剂正向克里米亚方向移动。具体原因尚未查明，但这反映出俄方近期能源设施和交通系统同样频繁遭受打击，进一步削弱其战争资源。北约近日迈出重要一步，在芬兰正式成立新的陆军司令部。值得注意的是，该司令部距离俄罗斯第2大城市圣彼得堡仅约300公里，这一地理位置无疑让外界格外关注。早在去年，北约秘书长吕特与芬兰总统斯图布就已共同宣布，
芬兰将迎来新的北约总部及随之而来的战斗群部署，而如今这一计划终于落地。新司令部的职能主要是负责地面部队的指挥行动。芬兰是在2023年4月4日正式加入北约的，当时俄乌战争才爆发1年。俄方发动战争的理由之一就是要阻止北约东扩，但3年过去，乌克兰并未加入北约，却成为事实上的准北约国家。同时，芬兰和瑞典接连入约，使得波罗的海几乎完全被北约纳入防御范围。可以说，俄罗斯遏制北约扩张的战略目标已彻底落空。更具深远影响的是，俄乌战争不仅没有阻止北约，还促使欧洲整体军事觉醒。芬兰计划在6年内将部队扩充至逾100万，成为欧盟规模最大的军队。与此同时，英国、法国、德国等欧洲大国也相继推出史上最大规模的国防预算，进入重新武装的阶段。这一趋势发生在美国逐步收缩欧洲驻军的背景下，显得尤为突出。欧洲正在构建更具自主性的防御体系，而乌克兰既是前线屏障，也是经验丰富的作战力量。经过3年的战争，乌克兰军队积累了大量实战经验，成为欧洲安全架构中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乌克兰局势在近日出现多重进展。首先，乌克兰正式对车臣领导人卡德罗夫发出通缉令，显示基辅在法律和政治层面加大对俄罗斯盟友的压力。与此同时，乌克兰国家预防腐败局 NACP 局长帕夫卢什奇克宣布，游说法已正式生效。这是欧盟委员会提出的乌克兰入盟条件之一。如今，伴随透明度登记册的启用，游说行为将全面纳入监管。帕夫卢什奇克强调，未来任何影响政府决策的行为都必须通过合法注册的游说途径公开进行，这不仅有助于降低腐败风险，还将改善投资环境，增强社会信任，并让商业诉求在政策制定中获得更透明的表达空间。然而，前线的战火依旧残酷。基辅民众近日为年仅2岁的安吉丽娜和她的母亲送行，他们在8月28日的俄军导弹袭击中丧生。这一场景再次凸显平民所承受的巨大伤痛。在国际层面，欧盟与美国的博弈出现新动向。根据 Politico 报道，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首次确认，欧盟已同意在关税问题上向华盛顿让步，以换取美国对乌克兰的持续支持。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政府在对乌援助问题上展现了典型的交易型风格，但对于乌克兰而言，获得美国承诺无疑是关键利益。与此同时，乌克兰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哈弗里柳克透露，乌方已与英国、美国等国际伙伴制定了收复所有被占领土的战略蓝图，包括克里米亚在内的地区均在目标之列。尽管这一愿景难度极大，但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强调，唯一可以接受的结局就是乌克兰的领土与主权完全恢复。战场动态方面，总统泽连斯基警告称，俄军正在部分前线重新集结兵力，并持续发动攻击。乌克兰将采取回应行动。而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则透露，俄美正在协调下一轮双边会谈的时间与地点。在欧洲，德国总理莫尔茨直言，普京或许是当代最严重的战争罪犯，不存在与其妥协的基础。他指出，要想让莫斯科被迫停下战争机器，必须在经济层面对俄罗斯进行彻底遏制，其中包括对仍与俄保持贸易往来的国家征收关税。莫尔茨强调，只有通过让俄罗斯陷入经济枯竭，才能真正削弱其战争能力。另外，9月3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再次阐述了克里姆林宫对俄乌和平协议的立场。他回顾称，早在2022年，俄方曾向乌克兰提出过一份协议草案，愿意从东南部撤军并结束战争，但遭到基辅方面拒绝。普京表示，只要常识占上风，未来仍有可能达成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他还提到，特朗普政府真诚地希望推动和平进程，但同时警告，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俄罗斯将不得不通过军事手段来解决问题。在谈及战场形势时，普京宣称，俄军在各条战线都取得了成功推进，而乌克兰的后备力量正在逐渐枯竭。他强调，这场战争并非为了领土，
而是为了确保当地人民使用自己语言的权利。被问及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接触可能性时，普京表示，他不排除会晤的可能，如果泽连斯基准备好了，完全可以来莫斯科进行谈判。普京重申，俄罗斯坚决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但对其加入欧盟并无异议。他还补充，如果乌克兰解除戒严，领土问题可以通过全民公投加以解决。此外，德国和芬兰领导人对俄乌停火前景表达悲观态度，认为俄罗斯无意结束战争，冲突可能以一方军事失败或经济军事疲惫为终局，短期内难以实现和平。德国默茨政府还将匈牙利视为安全威胁，考虑冻结430亿欧元欧盟援助，并推动暂停其投票权，以强化欧盟整体防务决策能力。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